Hello， 大家好嘛！iPhone 17嘅發佈會啱啱新鮮滾熱辣就完咗啦，基本上個 event 完咗，我諗都唔知有冇3分鐘啦。咁今次出咗，大家都我諗都預咗出咗啲乜嘢啦，新嘅 AirPods、新嘅 Apple Watch、新嘅 iPhone 17。咁我哋就逐樣順住佢哋發佈嘅次序就開始講啦。首先就係 AirPods Pro 第3代。個設計係真係同上一代可以話係好近，可以話一模一樣添㗎啦。咁不過呢個修訂咗嘅設計，佢就令到呢個嘅空間音訊，佢就可以控制翻有幾多氣流係真係入去你隻耳機入邊啦，就加強翻你聽音樂啊、聽歌嘅體驗啦。至於 AirPods Pro 佢呢個嘅 Active Noise Cancellation 呢個嘅主動降噪，佢聲稱咧就比起上一代、第二代係多2倍嘅降噪功能咯，而比起第一代係多4倍。佢哋聲稱話呢代係最佳嘅降噪耳機啦，咁佢哋噏得出，我希望真係啦。至於呢個通透模式咧，真係可以話係 AirPods 佢最勁、最強嘅一個功能啦。咁 iOS 入面有個 Live Translation 嘅功能啦，就係即時翻譯啦。依家 AirPods Pro 入邊，你撳一個掣，佢就可以正式開始去做呢樣嘢咯。咁 iPhone 亦都會即時去翻譯翻你講嘅嘢 ，show 喺個 mon 度俾對方去睇。而出到街，當你講英文，對面講法文，咁你兩個基本上係兩個人係溝通唔到㗎啦，可以話對牛彈琴咁滯㗎啦。咁不過假設你兩個都有戴 AirPods Pro 第3代嘅話咧，咁你講英文，佢聽到嘅英文就會自己轉咗做法文，咁佢噏出嚟嘅法文喺你對耳機入邊就即時轉做英文咯。雖然你問我，我覺得兩個人面對面都戴住耳機嘅話，呢個行為或多或少喺依家呢個時候2022年都有少少奇怪。咁佢隻 AirPod 都縮細咗，更加有呢個人體工學嘅設計啦。佢提到係為咗去適配每一個人嘅耳仔，依家有5個尺寸啦。至於一個大家一直都傳聞嘅一個健康功能咧，就係當然就係呢個度心跳嘅功能啦。所以你而家可以直接用 AirPods 去開始一個健身啦，即係你就唔需要 Apple Watch， 你都可以直接去開始一個嘅體能訓練啦。即係譬如你跑步、你行路又好，你成段做運動嘅過程都已經可以 detect 翻你嘅心跳咯。另外今次嘅電量都有提升啦，今次佢話佢可以有8個鐘頭嘅聆聽時間啦，比之前6個鐘多2個鐘頭。而假設你用你對 AirPods Pro 去做呢個嘅助聽器模式嘅話咧，你係有高達10個鐘頭嘅電量嘅。咁價錢完全冇變過啦，249蚊美金。咁今日預訂9月19號下個星期5就可以開始正式發售㗎啦。之後就係 Apple Watch 啦 ，Apple Watch 有分3隻啦，基本上成個系列嘅 Apple Watch 都翻新咗咁滯㗎啦。首先就係 Apple Watch Series 11，設計都係仍然冇變過嘅。呢個都預咗啦，大家。咁但係佢嘅聲稱係更加耐用啦，更加堅固啦，比起第10代係更加防撞防跌。而數據版本咧都支援5G，仲有啲新嘅健康功能啦。首先就係呢個嘅血壓嘅偵測啦，佢會量度翻你啲血管同你嘅心跳中間個聯繫，即係兩者之間和唔和諧咧。假設唔係好和諧嘅話，有咩冬瓜豆腐，佢都會適當嘅時間去通知你咯。我基本上每晚都係帶住 Apple Watch 去瞓覺㗎啦，咁而依家佢除咗舊年出咗呢個嘅睡眠呼吸暫停之外咧，佢依家亦都支援呢個嘅睡眠質量嘅偵測啦，即係佢會做嘅嘢就係根據翻可能成晚你瞓咗幾耐覺，你醒咗幾多次，你中間你瞓覺過程入邊有幾多成係真係深度睡眠，有幾多成係 REM，佢會根據翻呢一紮嘅數據去俾一個分數你咯。另外一樣嘢大家都等咗好耐啦，就係呢個嘅電量，佢終於都有所提升啦。以前一直以嚟都係18個鐘頭啦，宣傳時間，依家就宣傳為24個鐘頭。我覺得其實佢即係實質上本身個數字唔係好緊要嘅，大家只需要知道嘅就係你用 Apple Watch 嘅時間可以比起以前更加多咯。之後仲係 Apple Watch SE 嘅第3代啦，今次嘅 update 都我諗都係攞翻啲我諗由幾年前大家見到 Apple Watch 嘅功能，就帶入去呢隻嘅錶，再維持翻佢依家呢個比較平少少嘅價格啦。佢有 S10 晶片、Always On Display、Double Tap 嘅功能、溫度偵測啦，順便幫你度埋你嘅經期啦。同時亦都支援睡眠呼吸暫停同埋睡眠質量，佢會俾個分你，同埋可以直接透過個 Apple Watch 嘅喇叭去播音樂。咁但係佢就係18鐘頭電量啦，即係就冇頭先嗰個24鐘頭咁耐啦。咁不過佢就話佢叉電速度咧係支援快叉啦，即係就係上一代嘅2倍速度咁樣。叉電15分鐘就已經有多8個鐘頭嘅使用時間啦。仲有就係 Ultra 啦，即係 Apple Watch Ultra 第3代，佢依家亦都有即係同舊年一樣呢個嘅超廣角嘅 OLED 屏幕啦，有更加窄嘅邊框，佢就係成為最大屏幕嘅 Apple Watch 啦。仲有就係 iPhone 近呢幾年都支援嘅呢個嘅衛星通訊服務，而當然真係香港係唔支援㗎啦，咁所以基本上係啦。
電量都有提升到啦。今次係42個鐘頭嘅電量，以前冇記錯就係36。咁就係咁樣啦。Apple Watch 佢嘅 update 就到此為止啦。係咪好快手咧？設計目測係全部都冇變過嘅，所以假設你有上一代嘅話，基本上係可以完全唔使考慮升級咁滯㗎啦。咁但係假設你有可能前1至2代，或者你真係覺得自己好需要 upgrade 啦，即係譬如你嚿電壞咗，或者你真係覺得啲新嘅功能真係有某1、2樣嘢，即係吸引到你，你好想買，最緊要你有錢嘅話，無任歡迎。至於幾多錢呢？咁喺呢個不斷通貨膨脹嘅時代入邊，佢嘅價格依然係維持不變嘅。咁基本版嘅 Apple Watch SE 咧就係249美金啦 ，Series 11 399美金 ，Ultra 第3代799蚊美金。今日預訂9月19號正式發售。最後就係全新嘅 iPhone 系列啦。今次嚴格啲嚟講都係4款嘅 iPhone 啦。咁不過就 cut 咗做3款咯，即係你總言之就係4隻 iPhone，但係有3款嘅 iPhone，即係3個類別嘅 iPhone 啦，3個層級啦，你可以當係。首先最基本嗰隻就係 iPhone 17啦 ，cut 咗 Plus 嘅版本，設計亦都係毫無變化可言。咁不過有新嘅顏色啦，黑色、白色、淺藍色、薰衣草色呢個嘅淺綠色。屏幕 size 係6.3寸啦，同埋終於支援120Hz 嘅 ProMotion， 可以由10Hz 至到120Hz之間隨意切換。呢個真係可喜可賀，老懷安慰，真係唔易你哋彈琴，唔易你哋唱翻3日3夜都真係對唔住自己啦。亦都支援 Always On Display 啦，最高嘅室外亮度係3000尼特，係 iPhone 史上最高嘅。另外新嘅 Ceramic Shield 佢增加咗硬度啦，咁所以有3倍防刮嘅程度咯。新嘅晶片啦，就係 A19 晶片，6核心 CPU， 5核心 GPU， 佢 GPU 比上一代快20%。咁不過當然啦，因為你有呢個嘅120Hz ProMotion， 所以感覺上就算佢提升唔係話好高，但係你打機，你喺呢部電話嗰度，可能你打字，你碌下，都已經會明顯感受到係順過以往數字版本嘅 iPhone 好多㗎啦。而電池方面啦，都係因為有賴呢個嘅120Hz ProMotion 啦，所以更加節省呢個嘅電量啦。咁佢就話比上一代 iPhone 16咧係多8個鐘頭嘅使用時間嘅，睇片啦，叉電速度同埋時間都有啲提升啦，就係你叉20分鐘就有多50% 嘅電量。相機方面咧就係4800萬像素嘅主鏡頭啦，同時支援呢個嘅2倍長焦鏡頭啦，用 software 放大，而超廣角咧都變成咗4800萬像素啦。另外前面嘅鏡頭以往1200萬像，依家變咗1800萬像。咁不過呢個1800萬像嘅前面個鏡頭咧，佢依家係呢個嘅 center stage 鏡頭。咁當然啦，除咗好似 iPad 同埋 MacBook 佢會自己跟住你塊面之外咧，而因為佢咁廣咧，所以你自拍嗰陣時咧，你唔需要去諗你想打直定係打橫影，因為佢咁廣咧，佢已經係可以自己再調翻係打直定係打橫咯，而係唔會有任何質素上嘅損失咯。完。係啦，呢個就係 iPhone 17啦。咁因為當然啦，因為之後有呢個嘅 iPhone 17 Air， 或者應該就咁叫做 iPhone Air。相信大家都睇咗好多傳聞啦，我自己都拍咗好多，但係真係睇佢哋去正式去發布呢部機，都真係一種體驗咯。佢嘅邊框係用呢個嘅鏡面鈦金屬去做㗎啦，佢哋又係話最耐用嘅設計啦。咁佢哋就重新做設計翻晒佢哋嘅鏡頭啊、電池啊、各種嘅部件啊。我見佢哋主要都係集中擺喺成部機比較上，即係擺喺鏡頭嘅嗰個位置度啦。5.6mm， 佢係6.5寸嘅120Hz ProMotion，Always On Display， 3000尼特，第2代 Ceramic Shield， 唔止屏幕，連個電話個機背都係 Ceramic Shield 嘅。4隻顏色就係太空黑色、雲白色、淺金色同埋天空藍色。晶片方面咧就用 Pro 嘅晶片啦，就係 A19 Pro， 佢有6核心 CPU、5核心 GPU。另外前排都有啲傳聞啦，就係 Apple 佢會真係自己去研發翻，即係可能自己嘅 WiFi 晶片啊、數據晶片啊、Modem 晶片啊。而今次大家見即係除咗之前 iPhone 16E 發布咗嘅 C1 晶片就係一個 Modem 嘅晶片之外咧，咁依家就發布咗 C1X 啦，基本上就係一個更加加強嘅版本。另外仲有一個 N1 嘅晶片，佢所做嘅嘢咧就係融合翻 WiFi 7啦、藍牙同埋 Thread 3個晶片，就匯聚翻做一個晶片。相機方面，佢係一個單鏡頭嚟嘅，4800萬像素，2倍長焦鏡頭。咁不過就算得一個鏡頭咧，佢依然支援呢個嘅物件人像模式啦，即係以往單鏡頭你就基本上只限影人啦、人像模式。咁不過依家佢有呢個嘅 A19 Pro 嘅晶片嘅加持之下，就可以做到更加多嘅嘢啦。同一時間都支援 photographic styles 嘅，同埋當然呢個嘅1800萬像嘅前面嘅 center stage 嘅鏡頭都係喺度嘅。另外依家都有呢個嘅雙鏡頭錄影啦，呢個依家就應該係支援係 iPhone 嘅相機 App 本身嘅啦，咁就唔需要依賴第三方嘅 App 啦。另外假設大家唔知嘅話 ，eSIM 其實係喺美國嘅一個主打啦，即係近呢幾代嘅美版 iPhone 都係冇 SIM 卡槽嘅。咁不過咧呢部 iPhone 咧，佢係全球嘅版本
都係冇 SIM 卡槽嘅，因為佢薄啦首先，而佢需要慳位啦，我覺得，所以就因為咁樣，所以就冇咗 SIM 卡槽啦。我聽人講用 eSIM 理論上應該係方便好多嘅，即係你由你舊部電話轉去新部電話，應該幾秒內嘅事就搞掂。大家可能要啲時間適應啦，而我咁假設大家真係要轉張 SIM 卡嘅話，可能都會比較麻煩啦。呢個就大家慢慢再睇啦。咁最終都係嗰句啦，我之前一直都講嘅，就係呢部電話佢嘅賣點就係薄啦，同埋輕啦。但係會唔會有好多人會真係因為佢嘅薄同埋佢嘅輕而唔選擇其他 iPhone，偏偏就係揀呢一部呢？暫時嚟講，傳聞所指或者佢暫時發布比較少講嘅就係佢嘅電量啦。佢嘅電量 Apple 佢聲稱係全日嘅電量啦。咁你知呢個 marketing 嘅技巧，全日係可以係好主觀㗎啦。即管 Apple 佢今次好強調喺呢個嘅能源節省方面有好大嘅提升啦。呢個電池實質上 last 到幾耐都真係一個謎。咁呢部 iPhone Air 佢咁特別咧，就自然會有啲特別啲嘅配件啦。首先就係一個俾 iPhone Air 度身訂造嘅一個 MagSafe 電池啦。佢哋就話你裝咗呢個電池之後，個電量就會變咗做40個鐘頭嘅影片觀看時間。咁就令我更加好奇啦。假設你冇呢嚿電嘅話，部電話又可以 last 到幾耐咧？另外仲有兩種嘅電話殼啦。首先就係一個背板係少於1mm 嘅一個電話嘅透明殼啦。仲有一個 bumper case 就係基本上佢所做嘅嘢就係保護翻部電話嘅邊啦，咁但係你個前面同埋後邊好似就唔會保護到嘅。而冇錯，的而且確傳聞真係冇講錯，真係有一個 iPhone Apple 專屬嘅掛繩帶。至於幾多錢呢？我睇下而家有冇公佈價錢先。好，佢哋宣布咗啦，呢一條繩係賣449蚊。呢條繩，呢個大家就自己想點諗就點諗啦。到咗最後就係 iPhone 17 Pro， 亦都係過去嗰大半年大家直傳聞最多嘅一個全新設計嘅一個樣啦。佢有最大嘅電量啦。我第一眼望到佢個宣傳片嘅呢部電話呢個設計呢隻顏色，我心諗呢個根本就係傳聞佢傳出嚟嘅嗰個樣咯。即係我一直都覺得咧，傳聞傳出嚟嘅設計啊，佢個樣啊，應該同真實點都有少少出入咯。但係今次唔係，係真係可以話係1比1，完全一樣咁滯咯。呢個設計即係大家睇咗咁多傳聞，相信都已經睇慣咗啩。同埋今次當然散熱方面有比較大嘅提升啦。Apple 佢哋話用鋁金屬，佢散熱嘅效率比用鈦金屬係高20倍。我唔知係咪真係咁高啦。顏色方面咧就係有銀色、深藍色同埋呢個嘅橙色，反而冇一個黑色嘅版本。呢個有少少意外其實。另外今次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其實 eSIM 嘅版本咧，佢嘅電池容量比起有 SIM 卡槽嘅 iPhone 咧係更加大嘅。因為即係當然啦，你有 SIM 卡槽嘅話，自然佔咗你部 iPhone 內部更加多嘅空間啦。咁不過佢就話最高嘅電量係39個鐘頭嘅使用時間嘅。鏡頭方面，除咗呢個嘅超廣角嘅前面鏡頭係1800萬像之外咧，其餘嗰3個鏡頭都係4800萬像素。而今次佢哋做呢個全新嘅一個相機嘅設計，即係會見到係一個位置特別加厚咗啦，即係去容納翻一個更加大嘅長焦鏡頭。因為而家嘅長焦鏡頭佢係支援4倍同埋8倍啦。Sensor 比上一代大56%，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即係可能以前嘅3倍唔係好夠遠，但係覺得5倍好似係太遠。今次嘅4倍或者係啱啱好咯。至於錄影功能方面咧，首先佢都加咗呢個嘅 ProRes RAW 嘅功能啦，基本上就係比起普通嘅 ProRes 就有更加多嘅空間去調節翻呢啲顏色啦。另外都支援 Gen Lock，Gen Lock 其實係一個我諗係對一啲可能俾多機位嘅人嘅工作空間，即係譬如你去做直播啊，你去拍電影啊 ，Gen Lock 基本上可以令到你更加方便控制翻每一個鏡頭啦，同埋即時去切換都好方便地。咁今次亦都支援呢樣嘢啦。另外好多人都會覺得，即係譬如你4800萬像素應該就會支援8K 錄影啦。咁不過今年都係未有咯，或者冇咯，我唔知會唔會有啦。有生之年，即係雖然本身個相機質素係幾高㗎啦，咁不過我覺得即係會唔會可能一種錦上添花嘅作用咧？有埋8K 嘅話，電話殼方面都有啲 update 啦。iPhone 17 Pro 就係有呢個 Techwoven 嘅電話殼啦，基本上就係一種織料啦。另外仲有個透明嘅電話殼啦，雖然呢個電話殼真係同傳聞所講，個 MagSafe logo 係真係佔係白色咯。咁以上就係4部機啦。iPhone 17係799蚊美金 ，Air 係999蚊美金 ，Pro 同埋 Pro Max 分別係1199同埋1199，而 Pro Max 嘅版本依家最高可以支援2TB 嘅版本。另外依家4部機最低都係256G 嘅儲存空間啦，咁所以感覺上好似17 Pro 好似加咗價咁，不過其實就唔算嘅，即係就係用翻舊年256G 嘅價錢去塞翻呢個位，而普通嘅17感覺上好似係平咗咯，即係如果你想咁睇嘅話，4部機今個星期5開預訂，下個星期5 19號正式發售。
所以大致上就係咁樣啦。大家最期待邊一部 iPhone 咧？大家會唔會想買咧？大家目前有邊一部 iPhone 咧？或者你係咪用緊 Android 咧？我係啦，呢啲問題有咩想講嘅話，歡迎同我講啦，下底 comment section。我未來可能都有更加多嘅片去 cover 關於呢啲新嘅電話啦，可能介紹下佢又好，講下有啲咩特別又好。所以大家有啲咩想睇嘅話，都真係都係嗰句啦，下底留言話俾我聽啦。同埋記得 subscribe 咯，同埋撳鐘仔咯，咁你就會即刻你就唔會 miss 咯呢啲片。同埋記得撳 like 啦，即係順便啦，係咪先？咁所以就係咁樣啦。我而家就會剪呢條片，跟住再 post 上 YouTube，所以就係咁樣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